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梁。今年1月16号上午10点半，在陕西省高陵县维也纳森林小区4号楼门前，有这么2个农民工，穿着那个狄仁杰断案传奇里边那个狄仁杰和元芳那身戏服，后边呢还有20多个农民工敲敲打打的，后头还拉个大横幅，横幅上写着呢陕西飞跃工程建筑工程公司维也纳森林项目部拖欠农民工血汗钱，元芳你怎么看？那么这些农民工在这讨薪，这究竟唱的是哪出戏呢？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啊，关注新闻的都对这个有点见怪不怪，几乎是每年到年底这时候，准有一些农民工兄弟因为欠的薪水没给支付，搞各种各样讨薪方式来吸引媒体的注意，这其实都是无奈之举。这说明什么呢？我们国家一直以来贯彻农民工工资不拖欠，按月发放。为什么到年底讨薪？说明按月发放没执行，而且到年底了，农民工得回家过年呢，再拿不到钱，连回家火车票钱都没有，兜里空空的。所以这是给逼的。而且这几年我们看呢，农民工讨薪的方式越来越极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再用常规的方式根本引起不了公众的注意了。有人说这讨薪冤有头债有主，找企业要让政府调解，不行告他去，通过法律途径。如果企业能给，至于把农民工挤兑成这样吗？这就说明在这些环节当中呢，肯定存在着失灵或者部分失灵的现象，把农民工给逼的用这种方式引起舆论注意，然后呢，通过舆论反过来对企业进行强大的压力，然后能够尽快解决他自己的欠薪问题。所以这是给逼的。像这个用狄仁杰、元芳啊这样一种方式，他也知道如果正常走途径，要么是无法解决，要么是不知道猴年马月解决，所以被逼无奈之下才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吸引媒体注意。你看这不我们这节目，咱们作为媒体新闻评论节目，不也关注这个事儿了吗？而且据我了解，最近这个事儿由于媒体广泛的关注，还真就有了解决的可能。你看看，这也就是说农民工这种闹的方式它确实是有效的。这几年不断的出现类似这种现象，讨薪的手段越来越极端，是有时候甚至很滑稽。大家看了这个片子可能就感觉说这农民工啊真是创意无限的，能想出这么些办法来。其实我说还是刚才那句话给逼出来的，说这个问题如果能妥善解决的话，哪个农民工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呢？这多无奈呀！那么说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我们可以想见，企业它本身拖欠，这是一个根由。那么企业一定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相应的机构它会管理这个事儿，解决农民工的欠薪问题，也管理这些不良企业。所以管理部门又是一个边儿。到了最后真解决不了了，诉诸法律手段，这等于是一种终极解决方式，这又是一个边儿。在这三角过程当中，企业、政府、法律就构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三角形。假如说企业按时发放工资，或者最终给了，就没这事儿了；或者政府有一种救济机制，这事儿也没了。再到法律这儿，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判决生效，直接拿钱也没了。所以也就是说，农民工这种怪异的讨薪方式，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都出现了哪些问题呢？首先从企业这儿，很多人一听企业欠农民工钱，很多人第一反应说包工头卷钱跑了，有没有这现象？现在也有。他不在了，找不着这个人了，现在跑了，欠我呢有7000来块钱，电话打不通了，人也看不着了。但是你想想，包工头，这包工头把这个工程揽下来，往往他需要垫资，就自己不仅是垫这个建筑材料的钱，还要把这个农民工工资他都得垫。最后上头欠他的，他也没招了，也没钱了。那么根源在哪儿呢？咱们首先看这个工程这块，因为凡是出现农民工欠薪这个现象，大多数集中在像这个建筑行业、服装制造行业这些个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这些产业我们大家也知道，很难通过改革革新技术来获得高的生产率，然后呢提升劳动力价值，然后利润率上去，就是它利润率本身就低，很难寻求新的利润空间。所以有的公司呢就琢磨歪点子，你比方说不按时发放农民工工资，往后拖，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减少成本支出，到最后呢还继续拖欠，他目的就是压低成本，能让自己有利润，因为谁干这玩意儿不挣钱人不能干呢。所以现在呢就这种项目上利润本身低，一次性的传递到农民工这，就是农民工工资或者拖欠或者就不给他，来提升上游的利润率。这本身来讲这个过程相当无情，所以现在呢这个行当里边出现欠薪的状况比较多，有的公司嘁哩咔嚓注册了，好像有资质似的，把这工程拿下来，回头他就转包，他挣差价，一层层包到底儿了，等到底儿这工程队拿下来的时候都没多少利润了，最后上头还欠你钱，完了你再找一层一层往上找，责任主体都不明确，层层转包。像我们刚才说元芳你怎么看这个事件，那不就是陕西飞跃工程建筑公司他把这个转包给下面西安一个公司了，才出现了这样扯皮的现象，他说是他的事儿，他说是他的事儿。所以在企业层面呢，咱得承认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年不好干，税收啊劳动力成本都在上涨，他们也很难，可是难你也不能拖欠农民工这个公司，农民工本身在这个环节当中是最弱势的，有些企业就利用农民工弱势，我干脆我就不跟你签合同。所以企业这种不道德的方式，把自己身上受到的压力传导给农民工，然后让自己能够赚到钱，赚取高额利润，然后让农民工去亏。你这个事本身来讲，温家宝总理讲过那么句话，就中国企业家呀要流道德的血液，这就说明我们好多这类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里面，企业家血里头流的什么不道德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这是企业问题。今年4月25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经过举手表决，以150票赞成5票弃权通过了旅游法。这部旅游法呀可以说得上千呼万唤始出来，因为1982年开始制定一部旅游法就提上了日程，那么经过了31年的酝酿时间，今天呢总算出来了。那么这部旅游法应该说是应天时应地利应人和，它会对中国的旅游业产生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我想这个五一长假也刚过，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啊都出门旅游了。那么我不知道你出去旅游的时候玩的是不是高兴，遇到了哪些问题。因为这些年来中国这旅游业可以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你看咱们单从人数上来讲，每年国内游这个人数就得达到29亿人次，出境游呢大概8000多万，接近1个亿，入境游呢1亿3300多万。可以说中国这个旅游市场呢，无论对内对外来说，现在规模都非常庞大。就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如果缺乏一部立法来进行规范的话，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方说旅行者的权益怎么保护，市场发展怎么规范，所以说旅游业立法这是非常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大家也都清楚，尤其是组团旅游的出去，你说你玩一趟痛快吗？旅游行业里边可以说鱼龙混杂，什么样猫腻都有，坑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比比皆是。可以说你要让广大的消费者旅游者要说对现在旅游提点意见的话，恐怕大多数人都有一肚子苦水。也就是说这个行当现在已经到了非整顿不可的程度了。那么我们相关部门不是不下力气，也不是不认真查处各种各样的乱象，可是问题是呢，如果在立法上没有一个可靠的法律可以依据的话，好多时候进行处罚各个方面都会遇到一些困难，而且也很难根治行业的一些乱象。那么说旅游行业到底有哪些明显的乱象呢？这些年我们的新闻里面呢，不断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出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已经成为突飞猛进的黄金产业。然而近年来国内旅游市场却被各种乱象所困扰，行程中强迫购物、增加自费项目是旅游市场的一大顽疾。2010年7月，
香港女导游恐吓、要挟、强迫游客购物的短片在网上热传，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一现象的出现与零付团费的低价运营模式关系密切，而以低价为噱头的还有低价一日游。被缩短的旅游项目，逃不开的购物点，被迫参加的自费项目，一日游彻彻底底变成了一日购。而旅游行业的另一个顽疾就是宰客。2012年龙年春节，海南三亚爆出游客吃海鲜被宰的丑闻。一游客发布微博称，朋友一家3口在三亚吃海鲜，3个普通的菜被宰近4000元。邻座一哥们指着池里一条大鱼刚问价，店家手脚麻利将鱼捞出摔晕，一称11斤，每斤580元，共6000多元。我想这些新闻呢，对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说绝对不会陌生。那么这部旅游法现在出台，应该说针对这些现象都有切实有效的一些规定。你比方说大家诟病已久的最为讨厌的一个现象叫零付团费现象。什么叫零付团费现象呢？我举个例子啊，你比方说北京到三亚，这飞机票大致就得4000多块钱。那么呢，我如果报一个旅行团从北京到三亚，比方说5日游，你机票4000块钱，你到这你不还得住店呢吗？也就是说整个这成本再加上旅游景点的门票，怎么这得5、6千块钱吧？这再省也不能比这个低了吧？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你找不少旅行社报的价，说北京到三亚5日游，你发现那报价低于5、6千的有的是，最夸张的我甚至还看到不到2000块钱的，你都不能想象他怎么能挣钱。这个叫零付团费，就是你本来旅游过程当中除了基本的往返呐、这个车费呀、许费呀这些东西以外，你还得多少交点团费吧，人家给你服务了呢。那么他只收成本，这叫零团费；收于比成本还要低的，这就是付团费。这两项加起来叫零付团费现象。零付团费，咱们中国都有句话说，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说亏本的买卖他不干，这不明显亏本，他怎么还干呢？他这边旅行团，比方说在北京组织一伙人去三亚了，收3000块钱，比成本还低。那头海南那边、三亚那边，我们叫地接社，就是直接给你接到当地进行服务的，在当地对你进行服务的，这叫地接社。地接社接了这个团，按照道理来讲，旅行社组织团交给地接社，应该支付给地接社一部分服务费。可是现在倒过来了，不仅他不需要支付服务费，地接社反而要给旅行社支付钱，干啥？买团，把你这团买过来我来服务，本来这就比成本还低了，你说再买团再支付一定钱，他怎么还干这事呢？这里头就有很大的猫腻了。他有2个途径挣钱，一个是节流，一个是开源。节流就节省啊，你比方说原来我承诺你的，说这个4星级海景房，结果到这一住一看什么呢？是一个正在申报4星级的3星级酒店。所谓海景房，就顶上有扇小窗户，能看着大海的一角，别的啥你都看不见。在这上省啊，比方承诺说给你一天管你2顿饭，假如早餐晚餐他管的话，哎呀，那饭那个难吃啊，那是以次充好，这不就在成本上省一块吗？那个光省成本你还挣不着钱。我刚才说这是节流，这个地接团还有办法开源。怎么叫开源呢？我带你到那些付费景点去，你得单掏钱，就不在原先规定范围内，合同里都没写的，你到这儿得单掏钱。更要命的是，你要是溜达一上午，假如4个小时的话，至少有2个半小时你得去购物去。你得到他指定购物点，这儿买工艺品呐，那儿买当地土特产呐，这儿请尊佛呀，反正就你得到他指定点购物去。这导游都有各种各样方法，有的一上来就是装可怜，我们这一天也辛辛苦苦的也什么的，也费着劲挣不几个钱。那个各位呢，咱说实在的，我这当着名人不说暗话，当导游的就挣这点钱。你们要能帮我忙呢，到地方买点东西，你买个5、60的我不嫌少，买个千八板我也不嫌多，你总之是帮我了，帮孩子，我这够可怜的了。
是有的叫史哀两口，哎，就求可怜，这也没办法。导游其实地接社又把这种利益链条传到导游身上，有时候导游还要先垫付一定费用，然后你买完的东西，他拿着小票到你这儿拿回扣拿提成去。你要带我的团，那你要每个人头交我500块钱，这500块钱他收过来用来干什么？就是用来支付那些房、餐、车的啊。那么导游交了这500块钱之后，那么他也得想办法通过其他手段从客人身上再把这500块钱赚回来。所以这是一环扣一环的。正因为有这么个链条存在，我们才会发现，零付团费接的团一到了各个旅游景点的话，游客是挨宰了，可在这整个利益链条上，旅行社、地接社、导游都有的赚，而最后挨宰的是游客。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呢，导游他也没办法，他为了生存，他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导游其实是整个利益链条最末端，他是直接执行者，也是这个链条最末端。现在有的导游啊，带着游客去购物，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其实导游也很不容易。现在导游呢，基本上从旅行社那里拿不到1分钱的工资，他们所有的收入都是靠带领游客去购物点购物。如果消费者有购物的，按照一定比例呢，拿到一个点数，拿到一个回扣。如果消费者不去购物，导游1分钱都挣不到。所以我们必须改变导游和领队的生存模式。所以这种情况是直接造成随团走的这个游客接受服务质量下降，最后挨宰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这次旅游法里边对此做了相关规定，就规定旅行社绝对不准许以低价来引诱游客进入你的团。就说你今后你用这个价格，那好，就有相关部门以旅游法管你，你这比成本还低呢，你这明摆着要从游客身上挣钱吗？所以这不允许，要发现一例查处一例。再一个，绝对不允许导游和地接社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让这个游客呢到这个自费的景点旅游，合同里怎么写的咱就怎么执行。所以这是旅游法里严格规定的。如果今后再有这种零付团费现象，那相关部门就会依据旅游法对这些旅行社、地接社乃至导游进行查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充分又考虑到导游这个行业的利益，这样避免导游什么也拿不着，必须通过购物回扣才能获得一定收益，要把这个利益链条从中斩断。在这部法律中间呢，我们看到了要求旅行社对导游要在向你提供劳务的时候，你必须给他经济上的保障。所以这次这旅游法呢，在零付团费这方面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这就是打蛇打七寸，要把问题的主要症结抓住。当然我们说把这个游客呀送到这个各个购物点啊或者其他消费点啊，这现在不光是旅行社、地接社、导游，还和当地就是旅游区当地的这些商户，他结成了一个密切的同盟。往往比较偏的卖东西的地方，把大量的营业收入得交给这个旅行社和导游，要不就没人领他们去吧，这是。还有的是呢，早就预备好套了，等你来了上当，然后双方还有分成，你给我领来，咱就有分成，按人头算的。我想我们出差，有时候出门旅游，包括出差，经常会碰到在旅游景点有些现象，你看着觉得哎，这怎么这么黑呢？往往就跟我刚才说这零付团费有直接关系。你比方有几种现象，常见的是什么认老乡、这个进洞房、烧高香。有人说这什么意思？你看啥叫认老乡？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全国各地都有。比方说你到云南某个地方去，这个导游就给你领到一个卖玉石啊、卖这个工艺品的地方去。这里你看这标价是糊弄人的，你这么玩意儿卖好几万，这个好几千。正这时候导游一介绍呢，那服务员也得上来呀，忽悠你买这东西。一听这个游客，哦，你看你是哪儿的？你东北的吧？哎，对，我东北的。你跟我们老板老乡，我们的老板也东北的，辽宁的。这时候他老板就从后边出来了，听你口音，老乡吗？这个人出门在外啊，老乡见老乡，心里就亲。
结果这个人才能忽悠呢。我跟你说，兄弟，我干这个行业，我干好老多年了。你看这标价都扯淡，这卖好几万，哪是好几万呢？这时候我告诉你，不是多少钱，也就20-100块钱，真是。咱这在外头，咱不得挣点钱吗？咱见老乡我不能宰你。你要真买的话，他就该给你推荐了。这个我200块钱就给你，哎，这个我300块钱给你。其实那东西多少钱？5-6块钱、7八块钱、10来块钱东西，他一样是狠狠的宰你一把。你可能这波人过去，又来一波人，导游又说你哪儿的？我北京的。哎呦，我们老板就北京的。老板说啊，我就北京人，怎么，马上变个口音，他接着忽悠你，这叫认老乡。这个认老乡往往是这导游和这个店之间有勾搭，把你领起来。还有的比这个更狠的，这进洞房，就是有的西双版纳哪儿啊，或者哪个景区啊，装少数民族，其实不是真正少数民族。小姑娘打扮的花枝招展的，说当地又走婚又什么的，完了你哪个这个男游客身上一带那吉祥符，我就看中你了，你就得给我进洞房。咱们以为这闹着玩的吗？这是旅游吗？乐乐呵呵的这进里边玩去吧，一进里坏了。所谓的进洞房，进里头女孩就得向你要嫁妆，你给我钱，少了50-60，多了好几百，你不掏还不行。旁边呢还有个主婚人，后边站几个这膀大腰圆大小伙子，那进来那要不给嫁妆钱，你就得在这干苦力，就怎么？其实表面上说笑，暗地里是威胁你，再加上旁边一些托起哄，你想不给钱也不行。所以有的朋友到一些少数民族旅游区回来都说，那洞房可不是随便进的，进里头就亏钱了，就让人宰。还有烧高香，现在有好多不法商贩干啥？把一个景区啊，某一个重要的景点给包下来。你比方说，把某个寺院包下来，整一帮假和尚在里边，又给你算命，又给你干啥，又开光又什么的，然后让你去烧高香去，一炷香。便宜的100-200，贵的上千，有的上万，保你全家幸福，又给你赐福开光的，那钱可就海了去了。就这些景点其实都是导游跟这景点勾着，他要把大量的零付团费的这样的团的人弄来，然后在你这挣钱，双方有分成。所以包括餐饮行业在内，都是宰你没商量。有的人说这个你也不能都说是这是零付团费不是？这当地工商局也得管的。哎，你要没有这种零付团费现象，可能这种现象在当地宰客就少多了。为啥呢？咱们散客能自己用脚投票，你觉得这别扭，那我就不来了。再一个，咱们散客规模小，1-2个人、2-3个人，他可能也不会在你身上下那么大功夫宰你。他不像带个团来了，那他可下狠手了。所以我们说旅游法在这方面规定，不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接团，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这方面的卖门。那么当然，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了这种欺诈现象怎么办？投诉吗？可是你一投诉旅行社，旅行社说那不关我们事儿啊，那这是我们是交给他们了，那他们的毛病，你说我们这隔几千里，跟我们有啥关系？从今往后，这部旅游法颁布以后，这种现象就不能再允许了。就是旅游法里规定，几乎只要出现这个事儿，你只需要投诉当初你签约那家旅行社就行了。我跟你旅行社签的旅游合同，至于千里之外我到那个地方，你的责任依然是跟着你，必须得负有连带责任。我认为这一条是这次旅游法里英明之极的一个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就会得到有效的保障，这也叫冤有头债有主。所以我说，这是这次旅游法里边我认为最闪光的2点。就我刚才说，一个要解决零付团费问题，一个是解决消费者投诉无门的问题。那么当然还有大家非常关注的另一个事儿，旅游法里也多次涉及，就关于景区涨价。你看2007年发改委说嘛，3年之内不能涨价，结果是过了3年涨一回，过了3年涨一回。这不今年2013年，距2007年过去6年，又到了一个涨价周期了。那么说这景区无限的涨价，这事儿怎么办？旅游法里规定，凡是利用公共资源建立的景区，必须要控制门票价格，必要的时候要逐渐降价，直至免费。如果真有必要涨价，因为维护各方面，也要举行听证会，通过规范的程序来让它涨。以2010年7月陕西平遥古城召开的门票价格调整听证会为例，
当时参加听证的27名代表，24人投了赞成票，有些代表甚至认为应该调得更高一些。最终，平遥古城门票从100元涨到了125元。同样，2012年的峨眉山景区门票调整听证会，21名代表因1人不同意涨价，于是淡旺季门票价格便顺理成章地上涨了23%和18%。他选这个听证代表什么各方面都有学问。咱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说北京故宫，说这门票涨不涨？说咱举行个听证会吧，听证会肯定得有管理一方，得有游客，得有社会各界意见什么的。那么这个游客选代表得选什么人呢？那北京选老百姓呗，家在北京的老百姓，基本上他不去故宫去，他去过一回他就不再去了。去故宫都是什么人？都是外地游客。你说你在北京搞听证会，听证一下故宫涨不涨价，上哪儿弄那么些外地游客去？所以我们大家呀，对于中国出台一部法律，你不要想象说好像现实需要这个，那就按合理方式出台。任何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多种利益博弈的结果。有的人就提出来说，这个旅游法出台，有的搞旅游的人是对我们行业不利，这都是针对我们的，对旅游者的权益保护倒挺多。其实这不奇怪，这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是因为这么些年来中国的旅游消费者怨气太大了，这种怨气就结成一种强大的力量，推动着旅游法相关规定往前走。我们可以把旅游法打开，发现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在消费者和旅游业从业者之间，这个权益保护上明显的是倾向于消费者的。所以我们现在关注的是：第一，旅游法出台以后，地方执行旅游法的力度什么样；第二，它的实施细则什么时候能尽快出台？5一已经过去了，在11黄金周来临之前，如果能把这些事各方面都铺到位的话，这个旅游法出台就是非常有时效的，就会对中国的旅游业它的良性发展产生一种巨大的推力。那么每到年头年尾，咱们每一个小家庭呢，就会算计一下，我呀，这去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我今年这一年呢，我怎么花这个钱？这个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量入为出。那么这是一个小家庭，大到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那么每逢年尾年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财政部门呢，也要做一次测算。那么说去年2011年，咱们的国家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钱呢？说出来您可能会感到有点吃惊，它达到了10万亿。其实具体的讲呢，应该是10.37万亿，这是我们去年的国家财政收入。那么这个财政收入呢，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有点吃惊呢？因为它比上一年，就是2010年，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整个增长了24.8%，将近25%，可以说这个增幅是特别快的。那么说，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咱们实事求是讲呢，应该说是利大于弊。为什么呢？这起码说明去年一年咱们没有怎么受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些影响，整个经济还算是平稳较快的发展，企业的效益呢还算是可以，这样政府呢才能有相对不错的财政收入。有的学者就提出了一个观点：中国怕什么呢？中国人怕财政危机。为啥呢？如果政府这钱没有了，这真正的危机可该到了。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把今天相关的一些具体内容给大家一一揭示出来。首先一个，我们看国家这个财政收入突破了10万亿，它都有哪些具体的内容？财政部最新统计显示，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创下历史新高，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其中税收收入89720亿元，增长22.6%；微税收入14020亿元，增长41.7%。财政部指出，经济较快增长、物价水平上涨、企业效益较好等因素功不可没。2012年，如何更合理地切分财政收入这块大蛋糕？如何让老百姓更多地享受到利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问题。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管你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国家财政收入一下突破10万亿，我不管这个，我关心的是呢，财政收入提高了，这钱是取之于民呢，得用之于民呢，是不是我能从当中得到什么好处啊？哎，这个就像范伟在那个小品里说那话，我的意思啊，这是我讲的是生命起源。你活这一回啊，我得让你知道你是怎么来到这个地球的。大夫啊，我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我是怎么没的。啊，咱们不用关心这钱怎么来的，咱关心这钱是怎么花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们的政府应该怎样花好这笔财政收入。第一个要做到的是把这些财政收入多项民生项目推进。什么叫民生项目？比方说咱们一张口喊，哎呀，这个看病贵看病难，医疗一个，啊，上学贵上学难，教育就一个，这房子太贵了买不起了，住房是一个，这3个可以说是最为基本，应该更多的往这个3个方面去，因为这个3个方面也确实是捉襟见肘的3个层面。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了，政府有底气了，那就可以向医疗领域做倾斜。咱们实事求是说呢，以往呢，我们看在医保领域，包括新农合医疗领域的投入并不是很大。去年年初的时候，财政部传了一个消息呢，这个新农村的医疗体制合作的保险这个机制呢，要有比过去更大的投入。以前一个人可能100多块钱的保险额吧，现在要上到200多块钱。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利好的向民生倾斜。你再看住房这保障性住房，我们知道啊，商品房开发商愿意投资建，回头卖高价是得好处了。可是保障性住房呢，没有这么高的利润。那么要想把保障性住房建好，就得政府加大投入。那好，财政收入达到这些了，我们今年政府就更有底气向住房方面投入。再有一个，我们就说教育，咱们大家诟病比较多的义务教育啊，有的地方这个校舍条件不好，有的学校还没有校车。那么现在政府有钱了，就可以向这个领域投入了。当然，我们喊了这么多年，有一个口号一直没有实现，我觉得很遗憾，就是教育投入要占到整个 GDP 的4%。那么今天我们现在看财政收入达到了10.37万亿，是不是这4%就能实现了呢？那么在2012年呢，我们对政府预算在这一块应该说是充满着期待。那么说到这个增长的国家财政收入，应该更多的放到民生项目了。我们看网上的微博，有不少朋友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也应该是微博里热议的一个话题，大家一起看。头一位朋友啊，给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数字，说13亿人，总共10万亿的财政收入，那相当于每个人给国家交税交了8000，那么每人8000不是小数啊。这笔钱怎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呢？应该放到民生项目当中。那么第2位网友在微博里提到，就是说全国的校车的费用啊，需要4600个亿，还不到10万亿财政收入的5%，应该啊让全国的学校都配上校车。哎，他说的这是教育。之后这位网友呢，他说的是医疗，说中国啊，在这个13亿人投入的医保里边，政府花了多少钱呢？去年花了2000多个亿。而欧洲的希腊呢，就是那个主权债务危机就要破产的国家，他们总共1100万人口，却花了240多亿欧元，跟中国的投入差不多。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有钱了，应该先把这钱用来啊，搞好自己国民的身体健康。所以说，首先一点呢，政府有了这个钱了，应该多花钱，多向民生领域花钱，这是多花钱。那么第2点，我倒认为更加重要，那就是减税。那么第2点，我倒认为更加重要，那就是减税。减税呢，就是在事实上起到了多给老百姓钱的这样的作用。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这个税是干嘛的？说白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把大家税收上来呢，更好的为大家服务，集中力量来办大事。但是收税的部门来讲，他有一个冲动，他希望呢，我多收点税，希望财政收入能够上来，这是这些部门普遍心理。
你看，曾经有这么一个笑话，这说的西方国家有个大力士站到擂台上，说大伙儿看我这手劲儿得多大，拿一个橘子转，把这橘子转的水哗哗哗哗哗往下淌，转到一定程度了，这大力士咬牙切齿的把手摊开，这橘子都干了都快。你们哪位有本事，再从这里给我转出1滴水来，我就给你200美金。底下人一看这么大劲儿了，那咱还哪敢转呢？哎，有一个人上来了，40多岁，胸厚的，两撇胡子，夹着公文包，上来之后，把那橘子给我，大力士给他了，他拿过来，轻松的这么一转，哗，又下来不少水。这大力士都傻了，你这个身条，这个身板，你怎么能转出这么些水来？你是干什么的？这人不慌不忙的拍拍手，我税务局的。你看，税务部门干的就是这样的事。所以说，他有多收税的冲动呢，政府就要约束他。这个也是呢，政府平衡公众利益必须要做到的。那么我说的这种减税概念体现在什么呢？是由于我们平常交税啊，有的地方交的是比较多的。如果把这个减掉了，那么你的生活相对来讲，把这部分税钱转到必须消费上，你可能你就会觉得生活宽敞很多，包括物价肯定由此降下来了，包括我们的消费的额度会比过去上升。那么有关这方面呢，有一些网友啊非常有智慧，他把相关的这方面我们要交的各种各样的税呢，他做了一个很有趣的视频，咱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标价100元的披萨，这一块15.39元是企业的利润，这一块50.08元是成本，分别被上游企业、职工、电力、自来水、船产公司等拿走，剩下的21.4元是各种税费，包括增值税、成片及教育附加税、企业所得税。也就是说，每一个环节的消费行为都会出现相应的税收，并且最终由消费者买单。所以消费者其实就是纳税人。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6毛钱的税，每喝一口就要缴税4分钱。一件100元的衣服含税约16元，100元的化妆品含税约44元。那么这一段应该给大家做一点常识性普及，就是我们交的税包括什么？2种，一种是直接税，一种是间接税。直接税是什么？就直接从你这儿收的。典型的啊，咱们看个人所得税，咱们好多人都关心个人所得税。去年这起征点呢，由2000变成了3500，很多人觉得挺高兴，我不交个人所得税了。再有比方说，我买房子。买房子，假如说你花50万买一个商品房的话，这里边有接近10%的税要直接交给国家。也就是说，这里头有将近5万块钱是你交税了。什么呢？像土地增值税呀、什么契税呀、城建税呀，直接交上去了。也就是说，这里边呢直接往上交的费用，这是我们经常常见的，这叫直接税。还有更加隐蔽的呢，是一些间接税。我举几个例子，你就能明白什么是间接税。像咱们有的朋友呢，说我就愿意到这个卡拉 OK 厅唱唱歌，到这儿呢唱一次呢花200块钱。大家记住，这200块钱里头，160呢是老板收的，那40是国家政府收的。也就是说，卡拉 OK 厅的营业税高达20%，你这个200块钱里头有40块钱是被国家收走了。所以这个呢是属于间接税。我说这些，您可能就会体会到，你想想，假如国家把增值税、把营业税、把消费税、把直接收的各种费用，包括个人所得税在内，都降低了，你琢磨琢磨，这物价能不降下来吗？所以我刚才说呢，降低减税这一块，应该说是政府财政收入足够提高了之后，有了底气以后呢，可以完全实现。把这些实现了，咱们相应的就会得到一些实惠和好处。那么我说这个减税，不光是
减我们老百姓和我们个人相关的像个人所得税，减税在一定程度上呢，还帮了企业，企业这方面的费用降低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中小企业去年在第4季度的时候，整个中小企业的状况就不太理想。你把它的税负给降低了呢，这个中小企业就会喘一口气儿。你看，咱们知道去年有一个全国知名度非常高的事件，就是温州那块贷款的链条崩塌了，有不少的老板跑路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本来一开始很多中小企业的老板贷款是为了什么？贷了款之后是发展自己的企业，可是他发现呢，我把这款贷来了，我这边呢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各方面，什么水电各成本都在提高，能源价格都在提高，所以我把这款贷了，我发现呢，我再用于我的生产呢，我还是不挣钱，得了吧，我贷了款呢，干脆我就炒钱，客观的推动了整个这个贷款链条越炒越热，越炒越热，最后几乎到了崩盘的地步。就说我们现在政府财政收入提高了呢，应该向这些中小企业缓缓手，少收他们点税，放水养鱼，让他们能够感觉到干事业有利润。这样的话呢，我们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经济增长结构，才能够变为一种现实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网上的微博里边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发言。你比方说第一位朋友，他在这个自己的微博里就说呀，减税是什么呢？就是让老百姓共同分享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的成果。哎，这话说的正是正确。第二位朋友呢，在他的微博里说呀，中国的中小企业呢，贡献了60%的税收，贡献了85%以上的就业。如果你这个中小企业方方面面不给他们减税的话，那就意味着中国的就业问题很可能解决不了。哎，这个观点也很独到。最后这位网友呢，在他的微博里说，现在我们看财政收入上涨了，税收上涨了，银行利润上涨了，可是老百姓的购买力呢却跑不过 CPI，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呢？这个微博说的很有意思，这里向大家介绍了这么个词汇，叫税负痛苦指数。因为我们知道呢，很多人说说中国人的税负，税收的负担呢，在世界上都是高的。可是我们好多的政府部门的官员站出来解释呢，中国的税负不高，这倒是实话。因为我平均算了一下呢，大概我们每个人的收入里边有20%到30%左右的钱呢，是上缴给国家当了税收了。在这一点来说呢，你像加拿大45%，很多国家呢达到40%、30%，确实都比中国高。中国算不上税负很高的国家，但问题就是税负高低是一回事，痛苦指数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税收呢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你这个税本身呢收是收上去了，假如说你收的很低，可是你这个钱呢没有做到用之于民，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很痛苦。如果你收的很高呢，给老百姓的福利更高，那大家就不会觉得痛苦。所以税负痛苦指数和税负本身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这么一说，您可能就明白，减税应该是这几年中国经济界一直以来的一种呼声。当然，这个减税有人说那减少了，财政收入也降低了，那么相应你前面说的像医疗、教育什么住房方面投入就减少了吗？它不是这个概念。我们说的减税叫结构性减税，就是这一块钱可能有的块还增呢。比方说，我们政府可能就要征资源税、环境税，什么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呢，破坏了中国的资源，破坏了自然环境。那好，凡是对这样的暴利的企业，就要征以比较高额的资源税跟环境税。那么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税我们会增加。我们不是减税把所有的税都减下来，而是有的税呢咱们少收，有的税呢得多收，而且还要增加一些与时俱进的新品种。这样一增一减的过程当中呢，整体的财政收入不会有太大幅度的滑坡。还有第三点更加重要，就是减费，收费的费。为什么要减费呢？咱们很多朋友可能天天说国家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了，但是国家财政收入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首先，刚才我说了，有8.9万亿是来自税收，这是最大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国有资产收益，比方说国家的土地租出去了挣的钱，
国有银行里头放贷挣的钱，这都是国有资产的收益。然后第三个呢是国债的收入，这个咱很好理解，借债然后收利息。最后一个是收费收入，你比方说咱们开车经过这个高速公路，国家建的高速公路向你收费，路桥费，这就是一个收费项目。再有的比方说我们去结婚领个结婚证，告诉你工本费得交5块钱，这5块钱也是属于民政部门收的项目，这些都属于国家财政收入里的收费的收入。那么为什么我说减费是在财政收入增长情况下一个必须要做的呢？咱们大家想一想，你做生意有的需要跑运输的，这个路桥费收费收的太贵太高，我一算到那一车我交这钱，回头我要不卖高价，钱我挣不回来。所以这些路桥费的事实存在呢，等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通，加大了成本，也间接的推高了物价，跟前面减税其实是一样道理。你把这些做小买卖的它的行政收费项目减下来，那么相应它也能让利出来，把这个整个价格给压低了。你看咱们政府现在这方面做了很积极，就比方说这个对于这个蔬菜，老百姓的菜篮子今年有了喜讯。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从今年1月1日起，国家对蔬菜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这意味着老百姓能够买到更便宜的蔬菜了。对于蔬菜批发商来说，以往蔬菜的收购和运输环节的成本都偏高，仅运输这一环节每年就要缴纳13%的蔬菜流通税。拿一家营业额在3000万左右的公司来说，免征流通环节的增值税后，每年可以节约近400万元。起码这菜价能省1毛到2毛左右。那你整体这一车跑的费用？几千块钱吧。成本降了，超市和农贸市场的蔬菜价格自然也降了下来。据业内人士计算，按照13%的增值税比率，增值税约占蔬菜零售价格的3%。因此，增值税完全取消后，菜价的降幅至少能达到3%。还有的地方呢，蔬菜进入农贸市场给特殊政策，只要是蔬菜或者说肉类来了，好，在农贸市场呢，我不收你一定的费用。这样的话，你就有利润空间了，能把这份利益让渡出去，物价因此就降下来。但是咱们必须得承认，减费要比减税难得多。为什么难呢？像我刚才说的，高速路收费这是交通部门管的事儿，农贸市场收费那是工商行政部门管的事儿，你各个像什么身份证什么这都是民政部门管的事儿，或者公安部门管的事儿，护照办的费用出入境管理局的事儿。它涉及到非常庞大的政府各个部门，所以这么多的部门涉及这么多的行政收费，没有哪家主动愿意我把这个费用降低下来。所以减费遇到的阻力往往要大于减税。所以这即将到来的我们说2012年这两会其中除了我们看到的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企业整个的效益呢也达到了它的预期。除了这些宏观层面以外，我特别希望微观层面我们的政府能够下很大的力气，在这个投入民生、在减税减费各个方面做出令我们老百姓感到满意的一些举措，而这些东西最终是惠及民生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也是我们中央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根本所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所在。